这是我一直梦想来的地方。我在冰岛，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里感觉真的是在冰洞里面呢。每一道风景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哇，原来水下世界这么的迷人，很像岛子看那个峡谷的感觉。冰岛的风是普通的大。这让我想要透过身体去感受。你是否也能感受到我那内心深处的悸动？好快啊！仿佛在说，这里不只是风景，而是一场心灵的对话。冰岛位于北大西洋，是一个多火山、地质活动频繁的北欧国家。虽然受到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北极圈，全年平均气温约摄氏5度。在这个总面积为10.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39万人，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冰岛的气候多变，夏季凉爽温和，冬季寒冷但不极端，全年风力强劲，而且常有雨雪。冰岛旅游旺季为5月至9月，适合户外探险。10月至次年3月虽然是淡季，却是欣赏极光和冬季奇景的最佳时机。我在冰岛的极境之旅，从首都雷克雅未克展开。位于冰岛西部的雷克雅未克是冰岛最大城市和港口，是全世界最北的首都。我不敢相信，我现在走在冰岛的陆地上，哇！为了这一刻，我等了真的好久好久。现在是冰岛的11月，天气还没有到冬天这么的寒冷，但是也到了6度的这种气温。今天呢，我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体验雷克雅未克的城市风采。Let's go！ 在雷克雅未克骑电动滑板车探索城市，确实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看到有趣的角落，随时都能停下，方便又灵活，让旅程充满惊喜。雷克雅未克，它虽然是冰岛的首都，但对我来讲，它更像是一个小镇。像这一条，就是他们主要最热闹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就来到了彩虹街，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拍照。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彩虹街是这座最北首都象征多样与包容性的浪漫打卡地标。雷克雅未克这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安静与干净，或许路上人烟稀少，也或许是源于这座城市本身的极简北欧风格。例如哈尔格林姆斯教堂，它以简洁的线条和单一的色调诠释了精简的美感。我们刚刚搭电梯搭到了8楼，现在还要再走几个阶梯，就会到最顶端了。哇，上面风好大。高达74.5米的哈尔格林姆斯教堂不仅是冰岛最大的教堂，在塔顶还能360度俯瞰整个城市美景。好吓人哦！就突然开始钟声就开始响起来了，好大声哦！哦，每个旅客大家都吓到了。这边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还有台子，很贴心，可以让我们站上去看。雷克雅未克，你们好。教堂的塔顶空间不大，几乎没有任何装饰。
然而走进窗边时，整个城市的色彩与风景映入眼帘，低调而优雅，令人对这座城市有了全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一种低调、内敛、优雅、有品味的城市，它不是一种就是我要跟你做朋友的城市，它是一种你想要认识我，你靠近我的感觉。雷克雅未克会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童话小镇，房子都矮矮的、小小的、五颜六色的，真的会用可爱来形容这个城市。看过了美景，是时候为我的五脏腑了。我很好奇，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神秘国度会藏着什么令人惊艳的美食呢？我来到了这家据说是冰岛最知名的热狗摊。从1937年，它就开始营业至今。Hello, can I have one hot dog, please? Everything on it? Yes, everything on it. 他知道我是从新加坡来的，所以就免费让我试吃，太棒了吧 ！Thank you so much. Your lucky day. Yeah, my lucky day. Yeah, it is. 热狗到处都可见，但是冰岛热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羊肉、牛肉和猪肉混合而成。好像一般的香肠啊，但是我觉得它特别是在于，它放了这些炸洋葱跟生洋葱，搭配了肉跟这些酱料，会让整个热狗吃起来特别的美味。想象一下，在寒冷天气里，咬下一口香喷喷、热腾腾的冰岛热狗，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一个不够吃，我还要吃多一个。冰岛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孕育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也为海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今天我就要前往距离首都2小时车程的海豹沙滩。冰岛西部的伊特利东嘎海滩是海豹最大的栖息地之一。海豹就跟极光一样，要有缘才能看得到。每年夏季5月至7月是观赏海豹的最佳时节，但即使在冬季，如果运气好的话，还是有机会邂逅它们的身影。看到海豹了，好多只哦！虽然很远，但可以看得出来，它们头冒出水面来。因为它们有探头出来跟我打招呼，有没有？哦，还有一只躺在石头上面在晒太阳，圆滚滚的，好可爱啊！你看，有没有看到它水花溅起来？就是海豹在游泳。曾经有部电影在冰岛拍摄了溜滑板的场景。来到冰岛，我有个心愿想要完成，仿佛每一条公路、每一片宁静的景致，都像是追逐自由与梦想的舞台。我当然也要来小试一下身手。他们会营造个气氛，感觉我们现在要是探险，搞得我有点紧张了。要爬出来，这里感觉真的是在冰洞里面呢。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梦想国度——冰岛。登上教堂底端，俯瞰这座美丽的城市。雷克雅未克，你们好！
品尝了当地知名小吃，好像一般的香肠啊。现在要带大家去认识另外一个雷克雅维克的著名的地标，它就是造型特殊又盖在地热水枪上面的珍珠楼博物馆。里面呢，除了可以更认识冰岛自然奇观的知识以外，据说里面还可以体验到真实的冰冻。会比外面冷吗？珍珠楼博物馆把冰岛丰富的自然元素融入其中，里面设有观鸟悬崖、冰川展厅、北极光天文馆、火山展馆、人造冰洞等。这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盛宴，更是一场融合知识与体验的独特冒险，深刻感受冰岛自然的壮丽与脆弱。If you do start to feel cold, the exit's only 100 meters down. Just keep on following the path and you'll get to the end in no time. While you're still in the ice cave, feel free to take as many pictures as you'd like. You can also touch the walls and anything else on the cabin there. All right, right this way. 他们会营造个气氛，感觉我们现在要是探险啊，搞得我有点紧张了。哦，一进来就感觉到走进冰库的感觉。里面可是零下15度的气温啊！这个100米长的室内冰洞设计精巧，幽蓝的灯光营造出宛如蓝冰洞的梦幻氛围。这边是要看什么啊？看一下，这是真的雪。哦，怎么会？要越蹲越低，要爬出来。冰洞内大部分的地方都暗暗的，所以它特别在某些地方会调亮，让我们可以自拍。这里感觉真的是在冰洞里面呢，这样我们还需要环岛吗？我这边已经体验到冰川的魅力了。人造冰洞巧妙还原了冰川内部的真实景观，让人仿佛置身于冰川深处，近距离欣赏冰的独特纹理与奇妙光影。哦，这个是真的冰川开始融化的其中的一个冰块。那他们预计是说，在200年之后，这边的冰川全部会融化，那可能剩下的真的只有这个珍珠楼里面的冰洞了。哇，心情有点沉重起来了。今天我玩得很开心，拍了很多张照片，让我更加期待我接下来的冰川健行之旅，可以看到真正的冰川、真正的冰洞，哇，那应该会是非常壮观。冰岛国民美食除了热狗外，还有冰淇淋。Hello. Hello. Hi, how are you? Good. Good. Can I have this one? This one. 冰岛人吃冰绝不分季节，天气越糟，吃冰越过瘾。Do people usually order this kind of size? They usually order this size for like families. Sorry. 原来通常是家庭来吃的时候才会点这么大的尺寸，来享用我们的冰淇淋吧。开动啦，各位！超大的，我看都饱了。柔滑的冰淇淋除了能扫除坏天气带来的烦闷，也可以带来好心情。我今天不应该点特大号的冰淇淋，但非常好吃。它那个吃起来有点像是吃奶昔，吃到后面我真的有点饱，然后头有点昏。所以如果你们以后来冰岛吃的话，就吃那个小号的，不要太贪心。这里不只是一片普通的水域，更是雷克雅未克市中心最迷人的生命绿洲。漫步湖畔，你会发现这里就像是一幅会呼吸的风景画。
托宁湖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市中心的池塘。在这里，你也能和这些飞禽做近距离接触。很多游客跟当地人都会来到托宁湖喂这些天鹅跟野鸭。在托宁湖，我也被天鹅、鸭子、海鸥的悠闲生活吸引，忍不住也拿面包加入喂食。托宁湖啊，也会被戏称是面包湖，因为太多人来喂它们了。你不觉得这些天鹅看起来都很肥滋滋的吗？不要抢，不要抢，我带很多面包。握手，展示，快！有没有看到？好厉害哦！跟天鹅做最亲密的接触，吓到我了。吃东西要拍照，等我一下。嗨，哎，它真的很乖哎。它们不怕人，还主动靠近，好像能听懂我的话。它好像在针灸的感觉，就刺你一下，刺你一下，但不会痛。好想摸摸它们哦，不知道能不能摸。来摸摸，摸摸。你就这样利用我，吃完就走，好吧？宠物最大。看着它们自在游泳，随时有人喂食，宛如雷克雅未克的宠物。唯一遗憾是它们不让我摸，但下次我一定要再尝试。每到冬天，托宁湖便会结冰，变成一面镜子。人们在湖面上玩得不亦乐乎。每当日落时分，天空染上金色的霞光，整座湖泊仿佛被魔法染上了梦幻的色彩，构成一幅美景。环岛追光之旅的第一天，有阳光，有雨，就会有什么？有彩虹。喂，我真的真不。当我潜下去之后，看到水下世界的那一刻，我被这个画面整个包围了，很妙的感受。在室内人造冰洞，我体验了冰岛的自然与脆弱。这里感觉真的是在冰洞里面呢。在冰淇淋店，我吃下一大桶疗愈冰淇淋，超大的，我看都饱了。在托宁湖湖畔，我感受到冰岛人和动物间的美好日常。快，有没有看到？好厉害哦！即将进入冬天的冰岛，白天会变得越来越短，夜晚会越来越长。像现在早上9点钟，天色还这么暗。不过这种日短夜长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我看到极光的几率。今天我就要展开我在冰岛的追光之旅。记到我的司机出现，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是他吗？是他吗？Hello, Finny. I'm Alberto. Nice meeting you. 上车吧，各位，跟我一起追寻冰岛极光。离开首都雷克雅未克，接下来我将展开这次冰岛行的一个重点旅程，那就是环岛追光之旅。我会在这条全长约1339公里的环岛公路上，穿越神秘的北欧大地，环绕整个冰岛而行，一边探索壮丽的风光，一边追寻神秘的自然奇观。然而，首先迎接我的却是冰岛变幻莫测的天气。各位观众，冰岛的风是普通的大。我现在不是在要播报天气，现在不是台风天，但是
这个风大到我要抓住，才不会被吹走。圣光出现，有阳光，有雨，就会有什么？有彩虹，是冰岛送给我的礼物。我真的真不，还是欣赏一下风景吧。你看这地形真的很特别。位于西南部的辛格维德利国家公园的斯福拉大裂缝，是全球少数陆地上的板块分界线之一，也是名列世界前5大的潜水地点。今天气温只有5度，但是我还是要换装，带着大家一起去欣赏冰岛的水下世界。祝我活着回来吧！ Everybody can swim? Yes. Change in one of these 2 cars. Can be a lot of people changing at the same time. Okay? Then walk outside wearing this. Okay, let's form some kind of a line, guys. Okay? 穿着干式潜水衣浮潜，基本上除了头和手部外，都能确保你在寒冷的水域中保持全身干爽和温暖。要先穿一件保暖的衣服，现在好像太空人了，有没有？部分着装完成，现在要来穿着干式潜水衣，很重哎，好难穿。要把自己套进去。 We do like this. Cutting fingers inside here. Stretch this open like this. Gonna push your head through. Ready? Go. OK。手腕跟脖子这边都有个橡胶，很紧，会把你勒的有点不能呼吸的感觉，有防水的功能。Thumbs in on the sides. Open up and over your head. Perfect. 哦，好紧哦。Yeah, cozy, yeah? Yeah。这里就是我们要下水的地方，大家都在准备着。其实现在讲话有点困难，因为我现在都是用嘴巴在呼吸。刚刚教练是说下面是没有珊瑚，也没有鱼，那我到底要去看什么呢？待会我们一起来接着讲。下水了。 在斯福拉大裂缝浮潜，刚开始穿上这个干式潜水衣，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脖子会被勒得很紧。但是，一下水之后，这些不舒适感完全就不见了，完全被水下的世界所看到的画面整个吸引住。 一般我们是去看鱼、看珊瑚，但这里我是来看北美跟欧亚板块分界的大裂缝。斯福拉大裂缝横跨欧洲与美洲2大洲之间，左手触摸欧洲大陆，右手感受美洲大陆，仿佛置身于古老大地的生命脉动中。 很像倒着看那个峡谷的感觉。水下这片碧蓝透明的冰川融水，景观如梦如幻。我可以清晰看到岩壁两侧的纵深裂痕，像是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扉。当我潜下去之后，看到水下世界的那一刻，我对自己说的话是：哇，我现在看到的是真的吗？我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时空好像静止了，好像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漂浮在空中，变成了湖水的一部分。我被这个画面整个包围了。 在那一刻，我会觉得我就属于他，他就属于我，我们其实是共同体，很妙的感受。冰岛地热资源丰富，火山和温泉遍布，但你知道吗？
这些温泉不仅用来观赏、沐浴、供暖，还能用来烘焙面包。Are you ready? Let me warm up。 Yeah. 这哪是面包啊？我在冰岛一边展开环岛追光之旅，一边欣赏沿途壮丽景色。盛光出现，在水温只有摄氏2到4度的斯弗拉大裂缝体验浮潜，感受冰岛梦幻的水下世界。很像岛子看那个峡谷的感觉。冰岛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烘焙方式，让面包与火山的温度谱写出动人的美食故事。丰塔纳地热温泉就流传着这项延续数百年的烘焙智慧。冰岛人巧妙运用大自然的馈赠，制作出暖烘烘的面包。Hey, Alberto. good morning, CK. Morning. Welcome to Legoland. Thank you. Are you ready to show me your magic? Absolutely. Okay, let's go. All right. The magic my grandmother and my mother taught me, and you know it's been done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we are sticking always to the same recipe: 4 cups of rye and 2 cups of flour, 2 cups of sugar, 4 teaspoons of baking powder, and a pinch of salt. And then we have here milk. You can keep it. Okay, stop now. Can I do it? Yeah, Is it good? very good. Next step is the pot. I've already put some butter inside of it. Put the ingredients in the pot. Now we put a little plaster around it. 现在就要去找我们的天然烤箱。 Yeah. Let's do it. Because, 现在呢，我们就要放到天然的烤箱里面去烤。天然烤箱在哪里？就在这个地底下。只要挖30公分，我们就可以看到滚烫的水。 are you ready? Yes. Okay. Okay, hold on. Let me warm up. Yeah. I don't see any boiling water. We have to just look. Okay. There, you found it. 啊，是我找到的，哈哈哈！我第一次来就找到哪里有滚烫的水。哇，这看到水在滚哎。How hot is the water? It's about 95 to 100 degrees. 地热面包需要放置在地底烘焙至少24个小时。 Okay, then we clap it. Okay. Put some rock on top of it. Great. 为了能让我吃到新鲜出炉的地热面包，贴心的 Siggy 在昨天已经事先把面包放入地底。 Oh, What is that? here it is. Oh, Beautiful. it is. 好重哦。这种传统的黑麦面包不需要依靠现代烤箱，而是借助大地深处源源不绝的地热能量。 Oh, it's heavy. Yeah. It must have 3 kilos. Yeah, 2.5 maybe. Yeah. 哦，闻起来好像蛋糕哦，这哪是面包啊？啊 I can't wait to try it. Yeah. Let's go. Let's try it. Yeah. So, Alberto, are you ready for the moment of truth? Of course I am. Oi! 哇，浓浓的 Perfect. 香味。 Okay. Now we do with the cutting. Open it up here like this. You can see the texture of the bread. It's a bit heavy, so a lot of people that come here say that this reminds them more of a cake than a bread. Yeah, it is.
Put a little butter on top. 现在 Seeger 在为我示范如何正确的吃黑麦面包，是要切一小块，然后加上一点牛油，还要再加上咸咸的熏鳟鱼。我觉得他在吊我胃口，他动作慢慢的，一直在诱惑我。Skål! Cheers! How do you say skål from 我 Singapore? 在干杯。 Come back! 这地热面包的口感果然如蛋糕般绵密，带着恰到好处的淡淡甜味。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这味道好特别哦，我觉得我尝到了冰岛大地的滋味。这个黑麦面包它就有一个很特别独特的味道，有点像烧焦的木头。It tastes like burnt wood, and I like it. Yeah, I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跟着 Seeger 学着做黑麦面包，他一边教我，然后我们一边聊天。当他在分享冰岛文化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眼睛是发光的。从我跟他的对谈中啊，我可以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喜爱跟尊重。大自然真的送给了冰岛人很多的礼物，而冰岛人他们也很懂得珍惜跟保护。像是用地热做的面包，他们主要想要保留的是制作面包的传统，而且他们想要维持的是他们跟大自然的关系。品尝了美味的地热面包后，我怎能错过走进室外温泉池，享受那份被群山与湖泊环抱的宁静与放松呢？冷冷的天气，暖暖的温泉水，手里拿着酒杯，眼睛看着优美景色，根本就是天堂般的享受啊！这一片布满钻石的沙滩，仿佛大自然赠予的宝石，晶莹剔透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是钻石国王。冰川融水形成的节骨沙龙冰河湖，漂浮的冰块与平静的湖面交相辉映。这不仅是一次视觉的震撼，更让我体会到一种幸运，以及面对广袤天地时的渺小与敬畏。2 cups of flour and 2 cups of sugar. 制作地热面包的体验，让我感受到冰岛人追求的是与祖先和自然相连的生活精神。Put a little butter on top. Skål! Cheers! 这个黑麦面包它就有一个很特别独特的味道，有点像烧焦的木头。It tastes like burnt wood, and I like it. Yeah, I never heard that before. 1974年建成的冰岛1号环岛公路，又称环形公路，是将冰岛的绝美风景一一串联的唯一主干线。一路上还有机会邂逅在道路间悠然穿行的动物，带你真正感受世界就在脚下的广阔与神奇。沿着1号公路前行，每一步都可能遇见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途经的节骨沙龙冰河湖，就是来冰岛不可错过的人气景点。这里是深度248米、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的节骨沙龙冰河湖，是每个游客一定要来拍照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川融化下来的巨大冰块。我要非常珍惜我现在看到的画面，因为冰川融化的速度可能越来越快，在过不久的将来，这里可能会变成是冰岛最大的湖泊。冰河湖中的浮冰色彩斑斓，
雪白、冰蓝与黑灰交织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颜色。不过看着眼前的景色，我不禁也为冰川因全球暖化加速消融而感到担忧。近百年来，冰川融化的面积已扩展超过50%。保护环境，减缓全球变暖，才能守护这些珍贵的自然奇观。距离杰古沙龙冰河湖不远，便是著名的钻石沙滩。放眼望去，黑沙滩上散落着一片片浮冰，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像极了一颗颗散落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钻石。钻石沙滩，顾名思义就是沙滩上有很多的钻石，这些冰块都是从冰河湖那边慢慢飘向大海，再由海浪把它们冲上沙滩来，而形成了钻石沙滩。我是钻石国王。这些冰块形状各异，有的圆润光滑，有的棱角分明。透过阳光，还能清晰看到冰内部的纹理，宛如大自然的精心雕琢，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梦幻之美。钻石沙滩真的很美，但是让我更有印象的是，它的风超大的，海浪也超大，波涛汹涌的画面，好像是世界末日或者洪水要来的那种感觉。在那边真的很多人在拍照，我也就是跟着拍照啊、玩啊、摸冰块啊，然后还有找到一个很大的冰块，可以在上面溜滑梯耶，啊，好像小孩来到了那个游乐场一样。不过先警告你们，这边风很大，会被沙子一直打在脸上，不是很舒服。但是为了照片，还是要来啊。这里不仅是打卡的理想之地，更是一场与自然奇观的亲密邂逅。不同的季节来冰岛会有不同的视觉盛宴，而11月的冰岛最让人期待并追寻的就是天空中那最神秘的光芒——极光。这里就是我今晚要入住的旅馆，我相信这会是这趟旅程的一大亮点。因为如果我幸运的话，我可以在晚上看着极光睡觉哦。在北欧神话中，能和极光相遇的人都是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我会是那个幸运之人吗？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今天要住的房间，透明的泡泡球，好特别哦。在距离雷克雅未克93公里外的森林之中，隐藏着一家仿佛是森林天堂的泡泡酒店。他们还有设计的玄关，要进入房间之前还要再开一扇门。运气好的人，夜晚躺在床上就能透过透明泡泡帐篷欣赏到极光。Welcome to my room。透明的泡泡帐篷直径为3米，采用铝制结构。由防水阻燃的 PVC 材质制成，透过无声的充气通风系统和恒温器调节空气与湿度，营造安静舒适的入住体验。浴室、厕所和自助厨房则设置在附近的公共区域。就这么大，就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好不可思议哦！我在冰岛。妈，躺在床上，竟然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天空。我就这样子等到变暗，等到极光出现。或者睡着的话，叫我。在这里，
冰岛广阔的天空是你的背，周围秘境的森林仿佛是你的摇篮。躺在里头，夏天听闻鸟虫鸣唱，冬天则尽享极光和星河的浪漫。晚上数着星星入眠，这里就是童年的梦幻天地。哦，好不想起床哦，里面好温暖啊。哦，昨天不知道等到几点，所以我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看到后面他没有出现，我也就睡着了。啊，我不想离开这里哦，我想再住几晚哦。坐在这边的时候，然后往外面看，可以看得到天空、森林，真的就感觉我好像就住在森林里面。然后当下的感受会觉得是哇，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受。然后就是一个人看着这些那么美丽的风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有点孤单。原来好东西真的还是会需要家人、好朋友一起分享，我觉得会让这个活动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精彩。接下来几天应该还可以看得到极光吧？极光不要害羞，跟我一起 dance dance dance。暴风雪造成道路严重积雪，有车子陷入雪地无法动弹，挡住了去路。这也让环岛追光行程顿时充满了变数。变数也让这趟冰岛旅程多了奇特的光芒。跟着我一起去看蓝冰洞。哇，颜色越来越蓝了。在冰岛感受到的宁静感，感受到对生命的热情，是我希望可以一直记着的。哇，藏神瀑布！我好幸运，有机会可以来体验大自然的奥秘。9只狗狗拉着我，在一个很平顺的雪地上飘啊飘啊飘啊，好像是坐魔毯飞翔的感觉。好快啊！